副总好，老板好，猫好，猫好。副总好。乐华娱乐的话是成立于2009年，已经15周年了。到了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走唱跳这条赛道。当时做这个赛道的时候，很多行业内的朋友都劝我说，国内是没有这个土壤的，千万别去干这个赛道。我就觉得，哎，海外有这个赛道，为什么国内没有呢？中国的话14亿人口，所以当时就还是蛮想干成一个事儿吧。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不切实际吧，但是我还是希望能把 C-pop 带出国门，走向亚洲，冲向全世界。当乐华娱乐一代又一代有青春的野心、梦想和才华的年轻人成为行业的符号，舞台上绽放那一刻的荣光是他们被记住的开始，而成为行业的标杆是他们日复一日的蛰伏磨练和来自于深知职场如战场的信念，更是梦想开拓者们一步一个脚印的探索和引领。公司的所有的艺人的话，都可能是从小跟着我的，那我对他们的话是有情感的。第一次看到 Justin 的时候，才12、13岁，只有不到1米3、1米4的样子。然后今年的话，已经出道6年了，从练习生到现在的话，也将近10年啊。大家都叫我叫杜妈，就觉得我怎么一下就那么老了，就变成杜妈。你好，我是来自乐华娱乐的李文翰。我叫程潇。来乐华几年了？今年是我来乐华的第好几年了。这是我来乐华的第好多年。9年8。今年是我来乐华的第13周年。我14年来的乐华，10年，对，10年了，应该有11年了，第10年。还记得就是第一次来乐华是什么情景？我第一次来乐华，哎呀，我感觉我这个戴耳包和不戴耳包的声场都不太一样。当时是碰到了我们公司的新人开发部的姐姐，然后就把我带去乐华，就搜了一下，发现有根哥在，然后就觉得还是蛮靠谱的。我最开始去的是，我看看，上一个，再上一个，因为公司搬了很多次家。我去的那时候公司还很小。第一次来乐华应该是我大2的时候。我从懵懵懂懂，就是对，社会还啥都不知道的时候，到现在为止，我把我整个青春都献给乐华了啊！而且如果让我再重新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这条路啊。你有没有一些挖掘新人的秘籍？我觉得选拔人的话，第一要素应该是人品，因为我们这个行业的话，时间周期太长了，所以他们的很多的个性、很多的人品、很多的业务能力，我们都会慢慢的去观察，所以它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没有人品的话，其实实际上这个事情就不成立的。大家都知道乐华的星探很厉害。你好，我是乐华娱乐艺人开发管理部的职员夏妍，也就是大家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星探。星探很厉害。独门倒是没有，但是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其实比例是很重要的，不管是说五官的比例啊，头身的一个比例啊，还有一个部分的话是贵气吧，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个人在气质上面的一个展现吧，我们会看一个人的气质。我们第一个签的艺人是一博。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13岁嘛，他们出道之前在海外培训，我们找宿舍，第一次去的那个房间里面没有空调，王一博跟李永汉说啊好热呀，好热，然后就是我跟他们说等一下。我搞定。我的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去我家爸爸的房间里面的空调拿过来，
那个时候觉得我所有的东西都无所谓，就是 Unique 做得好那就好。一博是 Unique 里面最小的，可是他自己觉得是我是哥哥，他一直都没有说我不想做。天天早上过来学习跳舞，然后就是凌晨1、2点、2、3点回家，很认真，很努力。他喜欢的东西很多，摩托车、滑板。一博很适合玩滑板。一博的第一块滑板是您送给他的，是吗？对，他的运动能力比较强，所以就是他一下就学完。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爱好。我们的工作是给他们更好的东西给他们。他喜欢，所以他就会一直做，然后把它做出成绩。他天生就是我觉得好的艺人人才。作为我们这个文化行业的话，只有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行业才会有高质量的人进来，才会让这个行业的话更繁华。我觉得每个人的不同的魅力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我们一直找新的魅力、新的艺人。就是 NAME 和 Boyhood 的，他们两团现在的发展是您预期的？当然不是，就是说现在肯定是比我预期的发展的缓慢嘛。确实他们也是不容易的，一波三折。但确实现在就是市场竞争很残酷呀，我不希望他们永远活在鲜花和掌声当中，我觉得他们也是需要让他们了解到公司和外部真实的声音。你们慌吗？觉得有差距吗？那我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的话，有更多的人认识他们，既是机会也是挑战吧。机会是靠自己争取来的，让Boyhood和 NAME 进行一个 PK， 争取加演的名额。既然就是跟他保证要好好做，那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好好做。就是接受了，那肯定得赢啊！24小时互换舞台，体能训练也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最后一遍彩排表演的效果，决定是否拥有登上家族演唱会的资格。加油！加油！哎妈呀！妈呀！天哪！会不会太挤了？老板会不会太挤了？老板可能是会太挤了。老板坐这儿啊，有点努力诺。你说他不会骂我们吧？会吧。走，好期待 ！Oh my god！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Hello， 姐。Landing。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悦和娱乐的 Boyhood。Hello， 大家好，我是 Boyhood 梁诗玉。Hello， 大家好，我是 Boyhood 汪木青。Hello， 大家好，我是 Boyhood 的陈星浩。Hello， 大家好，我是 Boyhood 郭殿佳。Hello， 大家好，我是 Boyhood 的尹之兰。Hello， 大家好，我是 Boyhood 队长江欣欣，我担当是队长和 vocal， 我负责舞蹈，我负责 rap， 然后还有就是气氛。
不行，憋不住，对不起，这不气氛就来了吗？这不气氛就来了吗？哇，好多人呢。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Snake。Baby， 要当 your flavor。未知的主场真的比较亮。来的。对，又能定义我的模样，打破确定框框，主心更长。我们4个就还都挺不一样的。我的特点可能是大家都觉得我年纪蛮大的，我是姐姐，成熟。那我可能就是比较幼稚，小男孩。幼稚小男孩。都说完了。他是小男孩，我就是比较小女孩。对，我是同龄人。哇，好多人呢。我往哪坐啊？哪坐啊？按方位坐啊？不是。咋坐啊？随便坐吧，随便坐吧，随便坐吧。来，坐。坐过来吧，坐过来。后面那排也是，随便坐。哦，那等我坐后面。我们坐后面，我们坐后面，我们坐后面。那我往后边去。再见。可以，来吧，就这儿来。哦，好的，我们站着，我们旁听。那边空了一个位置。哎，我上。好，这样子就好了。哦，杜总是坐这儿是吗？面对面，面对面。啊！全程会很精彩哎！别 Q 我啊！别 Q 我啊！错了。我们这些就在旁边，好像坐后面好像好一点。你们坐直一点，把我们挡住。哎，你像他一样，他把那个调下去，你把它调下去，你再下边。哎呀，越来越矮，很有安全感。杜妈来了。来了，真来了。没有假的。他有人。他就狼来了，你待会儿多说几次真来了。你在听那里杜马来了。还有多久啊？龙玉竹，你在干嘛？他在问门口还有多久。要来了吗？来了，真的吗？你不要狼来了哈。真狼来了。哎呀，哇，杜妈好，杜妈好。这开会，老板的位置在哪？中间。哎呀，老板这样说的。是不是可以坐一下 ？Sit down, please. Sit down, please. 哎 ，What are you doing？ 好吧，坐吧。哎呀，需要自我介绍一下吗？公司的同事都认识是吧？都认识。
他财务叫什么名字？姐姐。啊？春娇。姐姐好。姐姐好。你看，没有一个人知道。旁边那个小姑娘。姐姐。姐姐好。姐姐好。好呀，那我们就开会吧，好吧？现在的话是半年的汇报工作，那今天的话也把公司的各个部门都叫过来了，所以也是想看一下复盘一下这半年大家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况，因为我需要让他们了解到，公司和外部真实的声音。就艺人的话，本来很多信息就比较闭塞嘛，那我是希望他们得多了解一点数字吧，多了解一些自身的情况，对他们发展有好处。好吧。好，没问题。这开过这种会吗？是很严肃吗？开过，以前也开过。可以开得很欢乐吗？如果数字好就欢乐呗，如果业绩好就欢乐呗，如果业绩不好的话，欢乐啥呀？好吧，行，那先从夏言开始吧。好，大家好，这里是乐华娱乐艺人开发管理部年终总结。你没事吧？你这人在还用 AI？不是 AI， 我自己录的音。2024年的6月30日，上半年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约2300份初试资料，共101人进入我们的2轮视频面试，5人进入了3轮公示面试，最终无人可进入签约阶段。2024年上半年选拔活动结束后，我们通过落地、内部、艺考、赛事等选拔，共计见到4万人。沟通来京视讯人数共计40人，其中8人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合同签署，最终来京视讯人数为22人。上半年签约人数比例为5000比1。第一次知道哇，去外面见了这么多小孩，就是感觉还挺幸运的。现在进这个公司，就是比例都是什么5000比1之类的，就是其实发现就是进入公司确实蛮难的。其实一个具体的数字的话是不太能够明确的。这个是由孩子的质素、他的能力，以及包括说他的条件是否够优秀来决定。5000比1，基本上我们见5000个人里面才能选到1个人。所以在座的各位的话，我都觉得还是蛮幸运的，就说能加入乐华大家庭。陈信浩是怎么被选上的？就是缘分啊，就是在网上，在网上的照片被那个姐姐看到，然后就联系我。那你呢，梁诗雨？也是缘分。以前是学什么的？以前学武术，然后才练习过。武术你是运动员出身？对，运动员。第1名。全国初中冠军，中学生冠军。好歹我们公司也有第1名。张信息呢？我是妍姐，去那个我家餐厅。他们家餐厅的那个爸爸，把他的那个照片，打印出来做成那个饼干的包装，然后说澳门少年张信息加油。我记得那张信息第一次我见到的话，是我们当时是在百子湾，是，然后就发现哇，这个男生好高啊。那怎么让自己不要再长高？因为长得太高的话，可能跳起舞来就不好看了。就是以前经常喝牛奶，然后当训练生就不喝了。所以为了长高多喝牛奶，为了不长高少喝牛奶。对，没错。他当时还每天做深蹲啊。他还跟我一起做。我也是。你1米几？你1米几？1米88。你呢？1米88。真实的。真实的。来，小白，你跟他比一下。来，小白，你跟他比一下。算了吧。小白是张浩脸比一下，看一下差距，看看上面的空气怎么样？这帽子是不是也有几公分？有，就是增加一点高度。汪木青，我看一下，他有帽子，哎，去。
张茜茜你也看一下吧。张茜茜，那你等一下，等一下。看杜妈今天心情还挺好，有说有笑的，就还挺好。都很松弛，都很松弛，对，都很松弛。你是练多长时间出道的？我3年半4年，4年才出道。嗯，那个郭殿甲练了多久？我来公司9年，然后出去9年了。对，你知道吗？就是说员工的话，如果10年的话，就是属于无固定劳动合约，马上都要无固定劳动合约。那比如说在你们团里面，你觉得谁的业务能力最好？舞蹈。舞蹈啊，舞蹈应该。啊。您看我干啥？哎，您别看我呀，我不行。我就想知道业务能力的话，是不是跟时间有关系的？是不是1万小时理论？那是不是练的时间长的话，你的业务能力就会更扎实一些？还是说真的是有天赋型的选手？我觉得是要看用心程度。要是我能1小时能够做出3小时的工作效率，那我肯定会选择1小时去完成。然后，那你是摸鱼的那种吗？我吗？我不是。那你是努力型的还是天赋型的？我觉得我也算是有天赋，也算是很幸运的。因为其实我算年纪很大来公司了。多大呀？大3的时候才来的。那觉得有点晚吗？别人郭殿甲12岁就来了。对，其实刚来的时候发现全是弟弟，然后根本就是找不出来比自己年纪大和相仿的人，所以完全就是很有压力的。其实当时一直在否定吧，但是他们都给我力量，然后也陪着我们一起到了出道那天，所以我觉得也挺值得的。挺不错的啊。所以我就觉得做艺人的话，它是一个信念感的东西。就很多时候的话，大家不能成功的话，可能你放弃的就是成功的前一天晚上。如果你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一定是做不成的。自己相信的力量很重要。他一直在说，就是我相信你们，然后他就说什么要相信的力量。好，那我们这样聊完一轮以后，要不下一个汇报部门，商务经济部月亮。大家好，我是商务经济3部的月亮。王一博就别汇报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对，因为我们整个的部门，不，我就觉得就这个都好，那我们就跳到最后的不维护的来吧，不维护的来吧。不是，我觉得啊，没有对比就没伤害。是，我也这么想的，所以。那看一下。对，我们可以大概的看一下，开始看，用一些简单的数据来看一下大家上半年的一些工作概况。在一博的部分有包括等在内的，就不要说个数了。好的，等。然后追风者也是在今年热度破万的谍战剧。同时，《维和防暴队》也在今年上半年上映了，累计票房也超过了5亿。然后同时呢，有一些演出的活动，以及下半年他还是会发行新歌，以及做个人演唱会的筹备。上半年文翰的部分有3部影视剧、2部综艺以及10场演出。成销的部分，我们上半年特邀出演的《延禧记》也已经上映了，同时他手上有3部待播的作品。就是很清楚的看到他们的业绩之后，就觉得啊，还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就是也会期待之后自己会变成那样吧，然后也会有压力。轩怡上半年共有《城市捉迷藏》《战士巅峰3》《大热门来了》《你好星期六》以及《猫晚来了》多档综艺的录制。黄明昊的部分比较重要的是，他有2部电影的上映，分别是《默杀》和《沙漏》。默杀看了吗？看了举手。看，好看吗？好看。他们是唯2的，就是今年的话，暑期档只有2部片子，可能在市场上是赚钱的，一个抓娃娃，一个默杀。下面是 ZB One 呢，主要是张浩在今年有2个代言的合作在国内，然后同时我们也拍摄了时装2月刊的封面，
而且在开售24小时之内就已经销售额达到了900万。然后 Ricky 拍摄了《费加罗男士》7月刊的封面，以及韩维辰拍摄了《小司 Chick》7月刊的封面。上半年我们有2个，这是国内的啊，对，这是在国内的部分，不包括海外的啊。是的，他们现在的话，大概从9月份开始就世界巡演了，很红的，很红的。然后最后呢，我想说一下不会护的，不会护的放到最后，是因为想要借助这样的数据，然后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不会护的这半年以来的一些工作的状况、发展以及和问题。我想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看看我与世界的差距。其实上半年不会护的整个的行程是相对紧凑的。然后啥呀？你看看，我们才几场活动。我们参与了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东方卫视的春晚一些大型的晚会活动，同时呢，我们也作为表演嘉宾，在《这就是街舞6》总决赛以及 TMEA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上拥有了自己的舞台。然后，同时在4月6号，我们发行了第2张EP Vacation。在 Vacation 的部分，我们做了一个全国的巡回签售，目前在北京、武汉、扬州、杭州等地都已经。等是哪几个等？因为北京做了好几场。北京确实做了很多场。很多场是几场？3场。我就觉得，就以后的这个汇报啊，用确切的数字，千万别等，等都看不出来了。好的。同时，因为结合了 Vacation 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我们也参与到了环球影城春日派对、北京欢乐谷的超级儿童节以及居庸关夜长城嘉年华等多场。等是什么？多场是多少？以后汇报千万别用这个数字啊！好的，这太可怕了。就是看到对面的工作人员，这个姐姐们，也感觉在老板面前一下子也都变得非常的害羞，大家都是打工人看脸色行事那种感觉。好的。然后，在 Vacation 一下，我们今年拥有了自己的巡回的 fan meeting。数据统计上面来说，我们上半年一共有18场的演出。有18场吗？有18场吗？有18场。那收入怎么不见涨啊？是吧？其实以上就是我们这。龙奈呢？龙奈是没工作吗？都不值得去复盘。那龙奈自己总结一下，你们做了多少？出席了中国品牌日，品牌日去了趟香港做签售，然后签售2场吧，2场，然后我们去了常州做音乐节。你把那 PPT 补一下吧。好的，看到就公司的师兄们、师姐们的工作和看到自己的工作，觉得有差距吗？天差地别。是觉得自己也挺忙的。对，但是不知道在忙什么。怎么不知道啊？不是18场演出吗？很多了。但是这就是成功前一天晚上。对。还是不够。是吗？我觉得前1个月的晚上。不，就前2天，快了。name， 你们慌吗？挺慌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会觉得，有一点努力没有，不知道怎么去努力的感觉。因为就是我们4个人也是，停了很久没有发新歌，然后这次终于荣幸去到海外，然后才会放下一点点心，想要就是找到一个方向去努力了的感觉。但是啊，就是说公司花了很多钱让你去海外去做歌、发专辑，结果的话，可能你的新歌同时在线收听的话，可能也就几个人或者10几个人。但是就是我们就像抓到一个东西能去展现了的感觉，就想抓住每一个机会吧，然后也是一个能让大家重新认识我们的机会吧。然后这次专辑也挺努力的在准备。娱乐圈谁不努力？是都努力。谁不努力？我不知道，就是说夏颖，我不知道你努不努力？努力啊。财务呢？非常。做了多少年？做了6、7年了。7年都在考试。考了多少证呢？
考了综合过了，现在还差专业。还差专业。那自己对自己的未来的期许呢？期许就是好好工作。有没有对薪水的一个目标，或者说对自己的？有吧，一开始有，现在都有点看淡了。为什么呢？一开始就觉得哇，来北京了，可能就是很好赚钱的样子，但是后来发现不是。现在环境也不太好。薪水呢？方便透露吗？不方便。觉得苦吗？还好，很快乐。快乐？为什么快乐？就只剩快乐了。我觉得有快乐也挺好啊。有快乐就够了。姐可能本来觉得自己赚的少，然后边算边说，哎，你也没赚多少，然后就开心。可能看到我们的那个工资表，心里面有了一些安慰。哎，我跟你讲，你们工资算是挺高的了哦。完了，挺高的了。完了，我就不应该讲话。大宝以前是在杰哥公司的啊，所以 NAME 的每次张杰的演唱会的话，都是大宝就问别人要的票吧。是。我们去看了2年了，都在鸟巢看的。蹭了2年也好意思吗？哎，很荣幸，很荣幸。对啊，得自己买票啊，不能老是要公关票啊。前2天的话，我去看张杰演唱会。我看完以后，我很感慨啊，就觉得他们靠努力，从一个小城镇来，一步一步坚持20年走到今天。其实实际上，所有的刚出职场的都会挺辛苦的。那我觉得你们的话，当然很辛苦啊，因为之前的话，很长一段时间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道，它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很多人出完道以后，就会发现，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就以前的话，没出道的话，你还有个信念感，就是说我一定要出道，我一定要出道。但是现实的话，就会很无感。可能出道以后，反而变成失业了，变成在家，变成抠脚。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呀，那个财务部吧，好吧。宣传要不要先讲？财务吧，先宣传先讲吧。好啊，财务最后收官。行，好的。首先呢是2024上半年的各个平台的热度汇总。这一块呢，我们的主力是王一博老师和杜总。哦，我还上主榜17个。对，您那个热度很高的顶流。哎呀，原来那么有商业价值。然后我们作为新人这一块的话，也是会鼓励大家更多的去营业吧，希望大家可以早日到达 Top 200。现在是 Top 几百？Top 0。什么叫？没有在人家那个榜单里面啊。201。哦，都可以忽略不计，别人都对你们没有 KPI。明天上榜。错了。最近几个月吧，几个新人团体在抖音这一块的拍摄其实是非常多的。现在其实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次都是拍的是别人的热点或者别人的热门，那我们自己怎么能够引领这个热门呢？其实是我们就是这个就快宣传。对，是的，是我们对，还有那个视频部门，然后包括我们的艺人朋友们也自己可以想一下，怎么样能去引领一个短视频的一个拍摄方式的潮流，就得带脑子上班。这个的话，整个的宣发，说实话我是不太满意的，我觉得做的不好。我们吸取经验。没有经验，没有下一次。好的。那就是对，那就下一页。艺人的营业积极性，大家其实在营业上的主动性是。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营业，只是你的组做的不好，仅此而已。我的组做的挺好的。好啥呀？好了才8万8。我们就是继续努力。好。确实是在宣传部门，我是不满意的。
因为我觉得你们没有走到艺人前面，自己的话知识领域就是不够多，所以对于这个东西的话，你们还自己觉得洋洋得意。name 的话，我就是不满意的呀。你的那短视频1周才更多少次？1次、2次，而且你们每天说自己忙得要死，你们在忙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很忙很累，但问题是你今天学到本事是不是积蓄在自己身上的？你学的本事没长在我杜华身上，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去抱怨啊外界的，别人的问题，这个说什么我司艺人不太爱营业，导致物料较为缺少。Justin 物料少吗？Justin 和轩怡他们做的都是很好。对啊，所以别人就是头部的呀。对。别人在市场上的话就有竞争力啊，对吧？而且以后的话，我觉得整个的社会的话，人人都是一个自媒体时代，所以每个人都是一个自我 IP 的一个打造。如果你自己都不去为自己的事情上心的话，谁能帮你们？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之前在重庆的时候，跟一个大经纪人我们在聊嘛，他是说，对于现在的艺人来讲的话，有时候的话，我觉得是很失望的。失望在于你们自己都不够主动，然后来到公司说：“哎呀，杜妈，我已经半年没进剧组了，你这半年在家干嘛呢？有看片子吗？有拉片单吗？有看别人表演吗？有自己有去学习吗？”没有啊，那你这半年在家干嘛？你耗费的不是自己的青春和时间吗？在这个行业安身立命，我觉得最重要是什么？是你本身的业务能力是否够强？你们在台上的话，是否唱跳的时候，是否能让下面的观众跟你一起情绪共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包括我这次在 TME 的活动上面，我也看到 Boyhood 的表演，我也看了 JB1 的表演，但我想告诉你们 ，JB1 确实比你们好，舞台感染力比你们强。所以就是说，除了你们本身以外，我觉得你们自己不爱营业，就你必须得去自己的话去突破自己的一些领域，需要不断的去学习。技多不压身，你学的东西越多的话，你拿出来的亮出来的本事就越多了。我最近就是说，我也在复盘嘛 ，name 的话，在做 name 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是有摇摆的。为什么7个人会变成4个人？首先的话，我觉得是本身7个人的话，我觉得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面。第二部分的话，让你们去女团养猪这个事情的话，确实我也是有做错的地方。让你们去吃苦，对你们的人生的话是否有积极的作用？我自己在反省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吧。对于女团的定位的话，我觉得是不相匹配的。然后第二部分扩大群众的影响力的话，也没有那么大的帮助。但好处来讲的话，我是在你们架农场养猪的那个过程中，我看到你们身上的每个人的优点。你们一直坚持下来了，让我还蛮感动的。难熬的时候证明要进步了，希望我们能早日独立行走，证明一下自己也是可以独当一面的。觉得你们很棒。所以我还是这一次的话，花了大量的金钱、时间成本的话，让你们去海外做专辑，是因为你们给了我信心，爆款永远在下一个。而且就是说，我觉得不进则退，你就是得拼命的去跑。
发展方向是确定了的，就是说你要不要成为一个好的艺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杜妈给我们分享的所有的东西都还其实蛮宝贵的，就更加的觉得自己有被感染到，然后你会觉得要去拼搏。那刚刚宣传部门说完了，那我觉得最后一个部门吧，就财务部门，好吧？好，现在财务部以数据角度分析一下上半年艺人的业绩完成情况，然后我们是按照艺人的贡献金额做了一个排序。第一档就是王一博，他的那个完成率就是比较稳定，去年上半年跟今年上半年都超过了70%。黄明昊就是虽然上半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剧组里面，但是今年的业绩完成率也是提升了很多。朱正廷的话就是完成率也是超过了50%。第二档就是西哥，完成率有所上升，但是还是没有超过50%。杜总的完成率算是艺人中的第2名。你看我完成率多高，76%。我是公司最勤奋的人。然后黄新纯就是完成率有所上升。黄新纯今年的话进步好大的，就确实是也是很努力的。美琪就是今年的完成率有所下降。奥利是因为今年3月新出道的艺人，然后完成到现在也是因为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这些就是往后面就倒数第几名的艺人了啊。然后张浩脸就是今年参加了2档 TVB 的活动。张浩脸，知道你的这个收入是多少钱吗？哪些 ？total 加起来不知道，几万块钱吧，而且整个的妆发的话是亏损的。然后江西西就是今年有几个个人的活动，就是说那还有一些没有个人数字的收入几乎是为零的。所以这个市场就是很残忍的。就是说，你头部通吃的一个原则，可能10%、20%，可能占80%的市场。我说实话，刚到公司，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其实没什么感觉，我就想好，就是我把我们团的这些东西做好就好，因为他们也是经过了很长一段的时间的沉淀，我们只是可能才刚起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能把我们该做的做好就好，然后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时间。不外乎的是完成的稍微高了一点点，然后但是完成率也是不是很高。不是不外乎的，我得表扬一下，就是说这个数字的话，是因为我去年给你们设置的 KPI 是比较低的一个。今年的话，就是说设置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数字啊。然后内幕的话是对比去年的话，完成率有所上升，就是以商演和演出为主。那是因为我把你们今年的 KPI 调低了，所以数字上升了。我就说没事。你不要乱。什么意思？我说出了那么多场巡演，为什么还一点钱没赚？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杜总经常上通告，然后通告比你们旗下艺人还多。其实说实话，客观一点讲，我也不太想上通告。你比如说像 Name， 之前的话像王牌对王牌，他们之前邀请过我很多次，我都没有去嘛。然后后来的话是经纪人苏苏又跟我发了一条微信，发了特别长的，中间一句话就是说杜总，我请求你帮 Name。说完那句话以后，我就心里就特别难受啊！我就觉得，对我来讲，我是不情愿做这个事情，但是我又想帮你们，就其实有点小失落，感觉自己没有那种独当一面的能力吧。然后也蛮感谢他的吧，因为杜妈自己也说，其实他很多时候不是那么的希望去露面，其实他说是为了帮我们，他是觉得也是 OK 的，也蛮感谢他。
做艺人经济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艺人在小的时候就是需要宣传、经济或者我一个一个去求，给你们机会。但求过来机会以后，我发现你们不去珍惜的时候，或者说确实就做得不到位的时候，我是很难过的。所以，比如就像你们龙奶，本来是9个人，现在变成8个人，为什么变成8个人呢？那不就是对吧？奥利，奥利为什么被暂停工作？那我觉得他最大问题就是说，因为录某档综艺节目嘛，所以我觉得他整个心态是垮的。但后来的话，他也过来就是跟我聊过嘛，而且我会去引导他，我还怕他抑郁或者 emo。我觉得就是说，在综艺节目里面被骂这个事情，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我也被骂的要死要活呀。就艺人的，我觉得心理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特别是对我们这种面对公众的，就你的心理问题怎么去解决，你能不能自洽很重要。我不知道，就是说在座各位还有没有被骂的？有被骂过吗？被骂挺多的。现在还没机会是吧？不是，就也被骂，但我一直都不太往心里去，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也没法控制别人说什么。但梁世玉，我是有时候我也想骂你，你知道我为什么想骂你吗？为什么？你什么时候被我骂过？就机场那个。机场怎么了？就有点小邋遢。小邋遢是吧？您点播2句之后，不稍微的，对啊。那个，哎，王母亲，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说你吗？为什么？机场啊，机场那次吗？有一次机场我背了一个双肩包，穿搭太像小学生了，然后第2天我就马上买了一个包，买了个什么单肩包？对，买了个单肩包。其实我是想让你不要背包啊，不要背包，不要背包。他现在是不背了，他把信都放在我包里了。对，就直接避免到这个问题。对，就是有时候的话，我可能会看你们的细节啊，因为你们本身的话曝光的机会没那么多啊，所以我希望你们每次出来的话，至少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吧。我确实是不能忍受特别邋里邋遢的人，所以骂的还是在理啊。虚心接受，虚心接受，也一直在研究，稍微超过了一点店家。我谢谢你把我说出来。店家，你至少被我 Q 过几次啊？我不知道了，数不清了，懂吗？被扣了多少钱呢？扣了500。被扣了多少钱？500块钱是吧？王木青被扣了吗？我还没有，我还有拯救的机会，我现在。啊，那梁世玉呢？我再一次就该差不多了。目前场内唯一一个就是我。好呀，那今天的话，反正大家也聊了这么多，那我们就到此结束吧，好吧？谢谢大家，辛苦，大家越努力越幸运啊！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我还挺期待的，没跟杜妈这个点儿聊过天儿。10点半了。嗨，老李啊，杜妈好，杜妈好。哇，你头发怎么那么长？不是，最近长长了。赶紧去剪啊，太长了。前段时间的话，你也因为情绪的问题，然后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自己 emo。那你自己录完节目以后，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我觉得就是想的太简单了，我就已经忽略了就是它是一个综艺节目这一点，我就是把它当一个游戏去玩了。然后很多时候情绪控制问题，然后人情世故方面，然后情商方面、艺商方面，与前辈们去沟通的时候，就是没有摆正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位置吧。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玩游戏，就
是可能说话不太礼貌。通过这些事情，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些错的事情，其实我认识到了很多东西都是我的问题，所以我会积极的去改正。就是作为18岁，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你已经步入社会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去买单的。首先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是你自己得想明白，作为公众人物的话，你就是会被大家审视，你的很多的言行举止小的问题的话，就是会被大家放大化去看。你在综艺节目里面的话，可能大家骂你背刺呀，是说不知道人情世故，对吧？但如果你是作为普通人的话，可能大家都无所谓嘛，不就这个道理吗？就是说你自己就得自己去反思，自己去想明白这个事情。哦。好吧，我就先撤了，好吧。奥利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苗子，而且一直我都挺看好他的。但是因为他比较年轻一点，才18岁，那很多东西的话，我觉得他是需要去学习的。我看这么多人骂我，就开始去反省自己。我觉得我肯定有问题，我自身肯定是有问题的，要不然不可能这么多人骂我，对吧？然后我就反省，然后就想不到我到底哪里做错了，然后大半夜睡不着，就一直在想我到底做错啥了，然后越想越想不明白，我就打开继续看，我想通过看他们骂我来找到答案，就是会进入一个死循环，就是你看了你会觉得，但我没有这样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我肯定是有一定的问题，要不然不会这样，然后我就看想不到了我就看烦了我就想，就是会这样一直循环下去，然后呢就慢慢感觉自己要疯了。你否定什么呢？哎呦，太难说，太抽象了这个东西，就是，哎呦，我这有相机，我真的啥都不想说了。我觉得这个反正是让我成长了很多。首先是看清了，很多太阳天呢，它背后都藏着一个暴风雨。很多暴风雨它都是一种必经之路。这种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不用去防避它，你就接受它就好了。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在这个年纪成长这么多，然后也很感谢每一个帮助我成长的人，好好的努力。我相信未来自己会特别好，也知道现在的自己需要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所以多期待未来的奥利吧。现在的小朋友成长的环境各方面会比较好一点，但是 NEM 和 Boyhood 他们真的很刻苦，值得被更多人喜欢和更多人知道了解他们。这一次我们需要一个隐藏摄像头，2个团的话内部考核争夺家族演唱会的舞台。有针对说是指哪一首歌吗？全部。这本身就不公平。哪有那么多？哪里有那么多公平可言？那就是想让我们输喽。这个是属于摆烂啊。没有很想赢。我可以大胆开个麦吗？我们要漫无语的搞内斗，有点幼稚。NEM 4个，他们每天都在一起，排不上了。知道为什么？为了困难而制造困难，为什么不可以共存？我觉得我们就不去了得了。不想了，随便吧。没这。问题是你内部竞争都不行的话，你何以竞争在外面？你给乐华创造了什么价值？你们要进行一个互换舞台的考核，输的那一方为对方。你们不是包赢的吗？我给郭店假伴舞，我将决定你们能不能。
说硬要 PK 的话，可能我们大的概率会赢吧。我们一直对自己比拼方面挺有自信。女团舞你们输定了。我们可是内嘛，加油！喂，杜总，我们这边一切准备就绪了。准备好了是吗？对的。好的，行，那我过去了啊。OK。好的。好，等我一下，拜拜。杜总，您找我？对，来坐。我觉得啊，就是说，Boyhood和 Name 他们身上的话，缺少那种狼性和就对事业的那种。你明白吗？就那种企图心。明白。所以这次加演的话，8月24号的话，我在想，我想拿掉一组。但是，杜总，我们已经官宣了耶。对啊，就 Boyhood 和 Name 都官宣了。而且那个报批呀，各方面的前后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协调完成了，我们确定吗？当然，因为这个事情的话，我也前后思索了很久啊。但我觉得对于艺人来讲的话，舞台固然重要啊，但是就是说，他们现在的话就是，在我眼里的话，我觉得没有全力以赴。他们觉得就是说这个加演的话，他们上是理所当然的，但我觉得不对的，因为我觉得每个机会的话都是需要去争取的嘛，就不能永远是就公司的什么商务啊、经济啊在不断争取，那么他们自己的话没有那种欲望。你去通知他们，到时候我就在基地遥控你。难办吗？做坏人，每次做坏人都是你。没事，解决问题重要。好，行吧，那你去处理一下。好。你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这是帮我准备的对讲机是吧？对，是的。哎呀，这是耳机是吧？是。行啊，那行动吧。来呀，看看我们这个计划怎么实施。好。前段时间的话，我看了个抓娃娃，就《楚门的世界》啊。看完抓娃娃以后，我自己心里特别大的一个触动，因为平时在乐华的话，我觉得我们对新人的保护太好了，就是他们是基本上是在温室里面长大的，他们也不需要去应酬，也不需要自己拉商务拉单子。那我觉得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觉得很多东西唾手可得，但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很多的资源真的是公司的商务或者宣传，或者说我自己本人去跪求别人才能拿到的资源。那很多时候的话，我就特别生气，就是说很难拿到的一些资源给到他们以后，他们却没有那么去珍惜。这个是让我很沮丧的事情。所以这一次的话，今年是我们15周年的家族演唱会，8月24号嘛，在上海虹口，也是一个3万人的场子。我感觉他们是很想参加这个加演啊，是的，为这个加演也准备了一些时间，但我觉得这个机会不能让他们这么就轻易的得到。我希望的话就是这一次就是让 Boyhood 和 Name 2个团的话，他们进行一个 PK， 然后争取就唯一获得登上上海大舞台加演的这个名额。这次把你们召集过来，就是说给他们营造一个氛围吧。既是机会也是挑战吧，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可以让更多人看到他们。其实他们本身还是很优秀的，我希望他们被大众所认识，被更多人给了解。所以现在这一次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个制造就隐藏摄像头任务，并且制定一套严密的计划。那2个团它需要内部考核来
争夺这个位置。如果他们自己摆烂或者放弃的话，那 OK out，我就不要去救了，好吧，对。那我们导演组的就是怎么去跟公司的主要人员进行配合？雅迪的话是负责这次演唱会的嘛，那他的就配合演唱会那边的东西，然后戴丽的话负责他们整个的档期的管理和一些经济上的事务。夏言的话是我们负责选拔部门，而且是当时也是他来负责选拔和培训的嘛，他对他们的话可能把控力会强一点吧。还有啥啊？那就是内姆，我大概了解他是有一首新歌，他的这个原始动力的激发感可能还是会比较强的。我们就一个节目是，但是波耶户他是不止一首歌吧？对，波耶户的现在舞台还蛮多的，他们现在是要跟 Long Night， 然后程潇、朱正廷一起跳一个开场，然后还有一个和胡春阳、张景云的合作舞台《想去海边》，然后就是自己的新歌拿掉， Vacation 全拿掉，拿掉，全拿掉。全拿掉。对，好。对，因为不然的话，他会觉得 OK， 我这个舞台没有，但我还有别的，我只要登上加演就 OK 了。那这个真实状态我们也做不出来的。好，所以说我们也会建议去拿掉。你做个Play B 吧。好的，好的。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的这种对抗和匹配性，之前对抗过。哦，有对抗过。如果他们拒绝参加这个舞台，你们觉得会怎么样？那所以内姆和波耶户他们平常就是实际的交集多吗？然后为什么？如果他们好呀啊，还有什么？我觉得这个计划还非常兴奋啊，我们非常兴奋，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我没办法做策划，因为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和他们的应急反应，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们所以只能根据每天的事情来进行之后的一些策划的一个走向。不，那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是纪录片导演嘛，就是15周年的纪录片的团队。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就是执行的东西了。就是说可能大家主动去散播消息，肯定没有，大家都是很专业的。但是像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整蛊事件里面，其实它有很多我们无意识的，就让整个情绪就会白费的这种。就比如说像我们一定不能在公司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男生摄像，然后音频老师和我们导演组任何人，不管是上厕所，不能聊天。不能发任何公共的微信、微博，不要说哇好刺激啊，或者说今天录制什么之类的，然后定位谁都查得到，一律开。他们会来探口风，所以这个我们就还是要保持一个高度警惕了。这是无间道和反无间道的过程，没准他们还在猜测，他们一定会猜测，我觉得啊，而且他们会用一个说法，就是说，哎，我都知道了，哎呀，炸你，我都听说了，炸你啊，那个，而且我是听夏言说的。我啥都没说。然后就像戴丽这种啊，就平时的话死喜欢跟艺人套近乎的，我觉得也是挺危险的。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因为他没有讨好型人格，你知道吗？就是说为了讨好艺人，然后去跟他们透露一点小消息，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绝对不会的。在这里对天发誓，赌上我的职业生涯。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了，行啊，那行动吧。对，你先继续做吧。哇，这多少人啊？只有一个座位。什么意思？今天我不做中间了，谢谢。这有个镜头啊。这在录吗？这个都在录的。这是杜妈吗？这个？但是不告诉你，不告诉我，不会是我妈吧？不用我们一个人加上，然后来一个一个做吧。你想多了。我知道这是谁了，夏妍姐。一般妍姐她不是新人开发部吗？你们不会再加一个新人？你为啥想新人节？我也不知道，我也被通知的。在这里对天发誓，赌上我的职业生涯。
今天录音录咋样？我嗓子不行，唱的。嗓子不行。我3首歌只唱出来了1首，剩下2首根本声音发不出来。哪来的状态啊？天天过来熬夜等待，哎，我先躺了，再见了各位。他们昨天是几点钟结束啊？怎么那么累啊？可能到宿舍可能就将近4点，凌晨4点。对，然后今天可能9点的时候我要妆发呢，确实有点辛苦。夏野，你可以进了。好的。姐姐好，姐姐好，Hello 姐好，Hello 姐 Hello， 姐。姐姐，你怎么还有耳机啊？你是有脚本吗？没脚本。跟录节目一样。今天过来呢，跟你们见面，首先是有个事情要跟你们说的，是比较严肃一点的，所以你今天咱们不是聊天哈？好的，好吧。首先现在一个情况就是你们跟 Name 已经都出道2到3年了，公司在不断的给你们机会的同时的话，不是说所有的机会都是理所应当的，你们自己的话也是需要不断的去争取更多更好的机会才是对的，是吧？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针对我们这是15周年的家族演唱会，你们原定的加演节目里边，我们要给你们一个考核，你们跟 Name 同时进行竞争，失败的人就失去上台的资格。比较震惊吧，因为这么多年加演都有参加过嘛，然后第一次听到还能砍的。当时觉得他们在骗我们。你不要这样看着我，不是跟你开玩笑。那现在是很正式。不是，那有的人在 Long Night 他们还可以上台啊。Long Night。对啊。你是 Boyhood 的 ，Long Night 跟你有什么关系？那为什么 Long Night 不用竞争就可以上台？ Long Night 是限定团啊，你们跟 Name 是原声团呀，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可比性。有针对说，比如说不上台是指哪一首歌吗？全部，就是说如果失败了，是直接失去上台的资格。姐的那个考核的话是一首歌吗？就是第一步就是彼此 cover 对方的舞台。 其中会有 cover 对方舞台的这个可能性。那怎么竞争？就会看你们这段时间的所有表现。表现是指，不管是说你们的态度啊，平时练习的时候一些作品的展现。因为我们最后的那个舞台的话会有个审核，那这个审核里边的话会有音乐的总监阿罗德老师。 还有咱们的那个演唱会的总导演，也会一起参与你们的考核。就用最后这个舞台的表现去判定谁能上台，是这意思？全过程吧。全过程，那我们肯定熬不过Name嘛。为什么熬不过Name？因为我们1个月没睡觉了。不是，现在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在于，首先 Name 他们是4个人，然后我们是6个人，然后我们6个人其中4个人还要在 Long Night 准备 Long Night 的舞台，那这本身这个时间就是不公平的。我们现在4个人在 Long Night， 2个人在 Boyhood，Name 是4个人都是 Name。这个部分的话，看怎么协调呗。 这本身就不公平。没有，我觉得哈，首先第一，这没有什么公不公平而言。但是因为这本来就不公平，对吧？这本来就不公平。哪有那么多公平可言？哎，你在职场里边哪里有那么多公平可言？那就是想让我们输喽。
不是我想你们输啊，为什么是这样子觉得呢？时间的问题上本来就存在问题。Name 4个人，他们每天都在一起。就是你说来说去，你还是在公平上面去揪着这个词。那你问大家觉得公平吗？我说实话，我没有很想赢。不是，首先第一哈，我觉得你要不要做这个事情，你想清楚就好了。如果你们想要上这个舞台，那你就好好练，好好拍，时间不够。挤出来，就是遇到事情的话，不是应该先解决问题吗？为什么一直在想说啊，这个不公平，那个时间不够，这个什么什么样？那这样子的话，怎么做下去啊？这个事情。如果要考就考呗，如果要考就考呗。这个是属于摆烂啊。就是跟着走嘛，就说什么做什么嘛。那你这样算不算是摆烂呀？啊，这样。听从命令也算摆烂。我现在已经没有脑子，没有时间来想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该怎么弄了，就是说什么做什么就好了。你没有能力就没有资格说公不公平。我觉得在职场上面是没有说公不公平的，他们是有给过机会给我们的，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有没有把握好而已。所以说，就是想要通过一些测试或者比拼去，让我们再进步吧。诗玉呢？我就觉得，反正就好好做嘛，也没什么办法，肯定大家都想上台嘛。真的是想上台吗？当然想上台，那么大的场子，肯定是希望能在上面给大家表演嘛。你觉得你们会赢还是Name会赢啊？我们啊，我觉得我们会赢，说实话。公司所有的人都不太看好你们哦。跟你们讲啊，现在公司所有人都不是很看好你们。即使这样，也要对自己有信心了。信心是自己给的。行吧，那你们接下来的话就好好练习吧。好的。那今天会议结束了啊。好，辛苦了，谢谢，拜拜姐，拜拜姐。我就觉得好无语啊，已经很累了，还要搞这出。你发布这个任务，就是那个晴天霹雳那种感觉，天塌了，有种雪上加霜的感觉。走吧，撤退。我觉得这样拍出来只会觉得我们很丢脸，你知道吗？那你肯定很有自信啊，他们肯定很活力。我有一天也是开大会，我们现在在等杜妈妈，已经不敢在会议前嘻嘻哈哈了。我要先开始悲痛一下。我不悲痛。我们现在在等杜妈妈，她不会又要捡人吧？别搞。那应该不会吧？也许不是呢，会不会是那种？能是啥？商务姐姐进来说，给你们接活了。下半年我们要接这个。请进。嗨，姐。给我留好座位了是吧？对的。好。今天呢有个事情要跟你们说一下哈。是好的吗？不太好。截止到现在，你们跟 Boyhood 都出道了2到3年了，在你们的行程上面给你们帮助，但是问题是这些机会不会经常都有。所以这次家族演唱会由你们跟 Boyhood 相互竞争，输了的将失去上家演的资格。这么狠。就是在加演之前的一个考核，然后看上不上再说，会一直进行到加演前。有一点不舒服吧，因为我们也为之准备了蛮久的，然后就是突然临时的一个决定，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点被草草对待了的感觉。我有一点不理解，就是因为
结果是真的要拿掉一个舞台还是？是的。是啊，你真的要拿掉，我真的会发火的。那没有了，那他真的就没有了。那包铺的没有了，那其他人还有2个，那凭什么？辛辛苦苦熬得不睡觉。就是为什么要搞这种的？其实我主要觉得那么一路走来挺不容易的，就为什么还要再磨他们呀？今年老板对这2个团的投入也很大，新团他们其实通过很好的舞台才能够圈粉儿，能给到新人的机会不多。那为什么自己公司的家族演唱会的机会就是还要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 PK？ 我不太懂。对，为什么自己家就必须得用自己家的艺人呢？作为公司的话，是需要天天喂饭给他们吗？我们现在并没有说让你们去做很刁钻，或者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对不对？对。只要我的目的还有我的结果，最终是我一定要上到这个舞台的话，那就完成它就好了。我可以大胆开个麦吗？可以不剪进去？我们是为了这个纪录片的拍摄搞了个噱头吗？不是，这是真的。其实我们和男团是同行者，并没有存在竞争关系，大家都很不容易。对。然后现在又要搞这种竞争，我就觉得怎么说呢？我很迷茫，我不知道我是该跟谁竞争，我到底是应该内斗，还是应该真的就是想着我们要冲出去？有工作上遇到的困难，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合理的去面对。但是如果为了困难而制造困难，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解。我们就一个节目，赶不上了，蛮无语的。我感觉已经出道了2、3年之后，给到大家应该是一个家族感，就一起往前冲，同行者的感觉。好，现在开始搞内斗，有点幼稚，我不知道能不能说这个话。就不太懂为什么15年要搞内部竞争。问题是你内部竞争都不行的话，你可以竞争在外面。你给乐华创造了什么价值？我们在职场里边的话，它本来就是一个竞争的一个场所嘛。我们以为这是一个温暖幸福的，就是给大家看，因为我一直感觉就是乐华是个大家族，然后家大业大的。家大业大，杜妈也不是让你造的呀，那也是前人栽的树，让你们乘凉。你也知道我们是个大家庭，可是问题现在是。大家庭里边都是前人在种树，是吧？你们现在都是在那个享受红利的时候。是，但是我们其实也没有不努力，也在努力。就是我们经历养猪之后，就是刚内部淘汰了，就一直在争。职场就是这个样子的，哪有那么多既定的计划？永远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我现在要把公司所有人都当成我的敌人。我打断一下吧。因为你们这样子说下去的话，就是困在以前的那个循环里边，一直在想。过去的事情它已经发生了，既定成事实。现在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形式的再次出现。自强则万强，你得有足够的筹码跟杜妈去谈判。当强则强，就是你们自己要自强才可以啊。杜妈下的这个决定，就是觉得她其实很有道理，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机会都要努力去争取吧。她也是希望让我们知道，能上舞台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希望我们珍惜。OK，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接受 PK 就 PK 呗，没啥的。而且也不是什么多难的任务，对吧？你们是确定一定能赢播户的吗？对啊，就是接受了，那肯定得赢啊。我也觉得有信心。我们会赢的，对，肯定会赢的呀。OK， 好，我们下去准备。大家怎么想？大家知道我们4个是什么情况吗？然后还要搞这出折磨我们。说实话，我真的有点累。那我去找导演过来沟通下吧。你们好啊！
姐姐好，大家好，咋啦？怎么啦？姐姐，我们有没有可能有时间休息呢？因为我们4个每天只睡3个小时吧，再回去熬不住了。好，那你们想休息的这个时间节点是什么？就是真正的休息1、2天就没事了。1、2天真的太久了。我最开始理解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然后记录下来我们的事情。对。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们的生活没有这2天那么抓嘛，完全不会有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被迫回来3天，干了3天假，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子的。炸你一下，这是无间道和反无间道的过程。你们所以认为这个事情就是节目作秀，是不是？正常来说，公司不会做这种行为。但如果做了这个效果之后，那我跟你说，我现在还有 Go for Broke 弄了一个舞台，眉飞色舞一个舞台，这个 Vacation 一个舞台，然后还得准备我们年会的舞台。那这种东西，我应该以舞台为主，还是以你这个纪录片为主？说句实话，不管能不能上，但是加演跟这个拍摄的话，我们会选择加演的舞台。对。但是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也都是全部是因为昨天的汇报。我根本不知道剧情走向是什么，因为我只能根据每天杜总的真正的工作安排，捕捉真实的一些情况。我听说公司每年都会开一个年终各部门的汇报大会，我觉得比拼之前一定要先铺垫一个让他们感受到压力和刺激的真实事件。可以的，那就通知他们参加。就开过这种会吗？是很严肃吗？开过，以前也开过，可以开得很欢乐。如果业绩好就欢乐呗，如果业绩不好的话，欢乐啥呀？好。我们还有很多舞台没有搞好，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再去跳一些要做的任务之外的东西。当时是挺崩溃的。没事了，那我就给老板发消息呗。我只能去帮你们沟通一下。好呀，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好嘞，好嘞，好嘞。辛苦各位姐妹。是这样，因为咱现在相当于每天也要拍这些东西嘛，然后没什么时间，那就抽时间嘛。我只是担心你们4个人的状况。没事没事，有什么好担心的？来吧。我说实话，就是如果咱们这样子要去说的话，就真的好做，因为那边肯定会好好准备，你知道吗？如果咱们就是在动漫面前或在员工表演的话，真的很丢脸。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改变不了的嘛，所以就是只能是努力去练吧。弄呗，走吧，走吧，走吧，去练习了。哎，咱就加个油，有没有信心嘛？到时候有，先加个油吧，先加个油。来，3、2、1，加油！虽然不知道这次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们一定会用我们的全力去保住我们的舞台。加油！坐吧，坐吧。哎呀，进吗？那我只有1个人。来嘛来嘛，加入 name。来嘛来嘛，加入 name。我们会赢的，请坐。这样和谐吗？蛮和谐的。那我啥担当啊？哎，我们缺队长。对。你们敢把这个队交给我？敢啦，敢啦。啊不。哎呦，欢聚一堂，欢聚一堂啊！来吧。哎，你过来。谁是你们团的？我是这里的。哎呦，现在划清界限。其实如果说硬要 PK 的话，可能我们大的概率会赢吧。他们也有他们擅长的东西，但是我们一直对自己比拼方面挺有自信。哇哦，特别好！哇哦，闪亮登场。我们刚刚通过了一些商议哈，现在开始给你们进行第一个任务，24小时的极限任务挑战。我猜就是。我们在有限的24个小时里边，你们原本设定在本次的家族演唱会里边要展示的舞台，要相互去学习对方的舞蹈动作，然后你们要进行一个互换舞台的考核。哇哦！好啊。好啊！男团跳女团舞其实不会那么轻松。他们是新歌吗？不是，你们是新歌是吗？我们很那个。晴天霹雳，天塌了。 24小时会不会不够？
可以看一眼吗？我们没有渠道85怎么办？那待会儿你们先给对方去展示原本在家族演唱会上面需要展示的舞蹈，后续我会给到一个平板，你们可使用的时间是2个小时。啊？2个小时之内。不24小时吗？哇，好，没关系，我们记动作很快。那在这个环节，我也提前跟你们说清楚，家族演唱会里边对于我们的舞台彩排的时间是有很严格的把控的。输的一方需要把自己彩排时间的10分钟给到赢的一方，赢的一方会得到40分钟的彩排时间。好，而且还有的是输的那一方为对方煮一顿晚餐。那太好了，你们敢吃吗？你们想吃吗？你们想吃吗？想吃吗？那输完彩排是我跟你说最。我们现在开始，男生先给女生展示自己的家演作品。是 vacation 对吧？他们都会了吧？怎么办？哇，等一下，这个有点好玩。其实说，我觉得我现在好开心。就是我跳他们的，我不是很感兴趣，我想看他们跳我的。但是我觉得很简单啊，他们应该会女团舞。不知道啊。咱们之前排 drama 也很快啊。他们说你们的女团舞很简单。谁说的？张一些。来，开始。他说女团舞你们输定了。我们排过女团舞，应该还好。我们来记一下。数个part了。等一下，有点复杂呀，我在数 part。哎，我会这段，我也会这个。我们的歌3分，他们3分多吧？对。我们的歌3分，他们应该有快4分。22个 part 现在。大牌有23个。哦，好，来。这地板不光滑了。你们来那个评价一下，你们觉得怎么样？蛮好，就有点不太齐哈。这地板不光滑了。来，女孩子，活动一下。哎，待会儿分工明确一点啊，尽量快点搞定。哎，不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每人扒30秒这样。你看队形，你看舞蹈动作。啊，你不是说女团舞扒最快，你扒？先我吧，我跟他一起扒，可以很快的。Let's go。好。啊，好想看他们跳这个呀！我们又咬手指，这个是重点。咬手指，哎，适合你，西西。完了。不敢想象大家跳这舞是什么样子。哎，你咬这个绝了，陈畅，你好好练。这个动作，我就1年学不会，还挺难的。动作好多，我感觉。怎么感觉这么长啊？好长，就是没有，就是他动作都不一样，你知道每一段。还有，不止2分钟吧？很简单啊，女团舞。女团舞你们输定了。
评价一下。我觉得挺难的这个舞。挺难的呀，你觉得你们的舞蹈动作难点还是他们的难点？很明显他们的难。你们那也很难，你们那也蛮复杂的。你觉得你们跳得好还是他们跳得好？我们跳得好，我们跳得好。啊？什么？啊？什么？啊？没事。我是觉得这舞跟我来说的话，我至少1年之后才能学会，因为确实那个胯我是真不会。对，就这个动作我是真不会。这个胯我这扭不明白。对啊，像那个僵硬版。加油！我觉得还不错，我就是有想加入他们的冲动。哦，你去了，拜拜。啊，来。好，等一下会给你机会。这可以，然后我感觉很多动作都很适合，然后编舞啊，然后包括走位，然后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而且最主要是我觉得每个人让我都眼前一亮的感觉。会说。那就开始计时呗。如果正常来cover一个舞台的话，需要个2、3天吧，因为舞蹈上的细节，然后还有队形的编排，所以要抓紧时间，不能浪费每一分每一秒。哎，我们可以合作一下吗？就是，然后我们派一个人，你们派一个人，然后我们把对方动作教了，我们可以合作，对吧？我们可以教个大概，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减少很多时间。我觉得我们要呈现最好的舞台，对吧？那我们这边把店长送过去了。你问过店长吗？可以吗？来，我过去。好。我们这样来。OK。好，互相换位置吧，现在来。有没有信心？有信心。信心肯定是要有的，我们可是 name 嘛。name。好，来。交接仪式。好，来吧。这是咋弄啊？左手。只是手。哦，左手。就是你想象这里有个酱，你在那蘸。蘸酱。 Sweet chili 这样。Sweet 啊，哦是这样。对。OK。Sweet chili。Sweet chili。哎，对啊，它是咬完之后，然后插兜吗？不是，往这儿走完了以后要插进来。可以戳酒窝吗？哎，也可以啊，你可以按自己。我们可以做男生版，我们不可以咬手指，我们可以戳酒窝。但这是细节，就这样，很好。OK。你有意见，队长？我很努力的学。好，你这方面还挺努力的。这是打屁股吗？对，是打屁股。OK， 没问题。这样。看谁站我前面。控踏。我先试一下啊，砰。你还得抬一下屁股呢。砰。女团舞的基本功和我们平时练的基本功，我感觉还挺不一样的。女团舞，比如说像 isolation 的话，更多在胸和胯上，我个人是挺不太习惯的。对。踏，然后绕过来，然后踏，没有那么多动静。我们这个不需要那么多小关节。砰，蹲下以后右左。哎呦，这什么？蹲顶。对。好恐怖啊！我天。这个我怎么不会动啊？谁也不会动啊？这谁会啊？有点为难。这个舞蹈一直在攻击我的屁股。我很想进入状态，那边一直在教，我也一直在做，但是一直不往我的脑子里进。是不是快学完了呀？现在大概1/4吧。真的假的？我的妈呀！郭老师辛苦了，郭老师。
对，它是 boom boom 啪，然后再就是一个大的，然后一个小的，一个大的，一个小的，然后再收，啪啪2下，对，2下，然后动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嘿，摸头绕肩，往前伸2下。哦，脚一直脚是1、2、3、4，喂，哎，哦，这就是刚刚那个了，是吧？对，然后低高高高，然后再动动动动放下来，然后再动动，然后再哒哒哒哒哒，这个不一样。哒哒哒。他这个的时候是要踮脚吗？啊，就是蹦蹦蹦要踮3下。这个擦擦擦擦，咔的时候它就变成这个。对，咔就变成这个，然后哒哒哒。再来一下铁面棒。我现在全是肌肉记忆。哎，你记住了？对，你记住了。的。哒哒哒哒哒哒，蹦蹦蹦，哒哒哒，咔咔咔，哒哒哒，咔咔咔咔，然后咔，然后咔。哦，这个记得最清楚。休息一下，去喝口水，郭老师辛苦了，辛苦了。哎，我先说，我没使坏招，完全真真实实教的非常好。我们去看看他们在干嘛。我们刚才他们学完了。对，哎呀，太简单了，都学完了，给他们一点压力。到哪啦？我学会了，完全学会了。你们学完了吗？学完了，学完了。来表演一下。凭什么？你们先跳一遍。那来吧。让 sweet chili boom， 啪啪啪啪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哎，他们很有自己的风格。你教了哪些？他们都学会了。主歌都学了吗？你觉得我们有可能学会吗？我一点都记不得。终于说实话了，一进来嚣张的。学会了，完全学会了呀。我只会副歌。那你跳一个。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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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那端盘子。哒哒哒哒。他们很有自己的风格。我说实话，我教了他们很多，包括那些队形什么的，记住了吗？完全没有。放心吧，我只求明天你们不笑，知道吗？真的忘了。学的时候是学他们的版本，但是我又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去改那个动作，因为我可能还记不住嘛，就记动作有点慢。来吧，我们来慢速来一遍吧。他们都跟音乐了，我们要不回去最后合个音乐，我们就回来。对。辛苦了，郭老师。绝了！他们学的也蛮多的。我们要不浅拍一下呢？我们从头可以，从头先合一遍音乐，行不行0.8。让他们感受到危机。哇，哪里还需要再过吗？没有，我先看一下对面怎么样。好，走。走吧。走吧。谁不会？谁不会？啊？哎，好，我加入。跳完的意思是？对啊，就当时我们看到 Name 跳 Vacation 的时候，其实还觉得蛮有压力的，因为我觉得他们4个人就跳得蛮齐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搞一下，然后我们不会了再求助你们。可以。那我们走吧。加油！拜拜。加油！加油！拜拜。拜拜。好录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那怎么弄啊？那商量一下呗，家长。我们这一次的难度在不只是要把自己个人的东西弄好，你还得把整个团体的舞蹈去对齐啊。就每个人现在把自己的 part 领取了。我觉得咱自己扒自己的是不是快一点？哦，对，我也觉得可以。我觉得自己扒自己的吧，要不然。
妈，好难啊！我觉得咱们还是从头带着队形一块往后顺。我也觉得。天甲呢？吹风去了。啊？他说他累，头疼。不行，我得先去放个风，我现在脑壳有点疼。天甲，走吧，咱去弄了呗。头好痛啊，真的。让大家休息一下吧。我现在就是我可能会跳了，但是你让我一个跳我记不住。没关系，慢顺嘛。对，慢慢的顺。直接分帕学行不行？直接分帕学快一点，就像我们之前一样。记不住动作就是练的少了。来吧，我们直接分帕。直接分帕吧。对。我们这边可以1比1个人。我可以跳这个。这个他跳吧。对，那我跳。OK， 跳这儿吧。可以。好，来吧，可以。来，开干。play， we can jump， yo， we can turn，to the paradise， vacation， vacation。我来排，然后大家就听，咱争取1个小时搞完。OK。信息站这儿，黑哥站这儿，俊站这儿，电甲和信号这2个人都在外边就行。那就你们仨摸黑哥，然后信号摸信息，我摸俊。对，开始吧。Sweet chili， Sweet chili， 接到这个任务来说，感觉好像是完成不了的任务。但是我们在回家前开始这项任务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我们花了几个小时就搞完了，就那时候还挺有信心的。我们可能没有把动作对齐，还有一般是表情管理，可能我们没有把那种细东西弄好。老帕。哦。下盘。可以了。我们先看一下他们走没走，可以吗？好。没走，你看吧，咱们要跟变音乐吧。要没命了，哥哥们。对，回去吧。那我们先休息吧。那个明天几点钟？回去4点睡，差不多。1点，可以啊。就这样吧。OK， 撤了。拜。再见，辛苦，拜拜，辛苦，拜。Sweet jelly。我天，今天差不多了，下班，明天见。我要拍个这个，好吓人。再见大家，辛苦了。哎，嗨，我看看今天视频吧。拜拜。你可以坐。
事没事。笑死！我们进家了，可以大声说好。哦，确实。还在说悄悄话，是因为我们每天回来的时间太晚了，总觉得在做贼。哇！我天，晕厥了。我们赶紧洗澡睡了吧。明天几点？明天我们看起得来就2点。那2点，我最晚3点。睡觉吧，大家。睡吧。3点21，下班回宿舍休息睡觉，走了，拜拜。不是，你凭什么这么好？不是有必要吗，哥哥？哥，谁在干什么？这是谁说的？这是啥？你在干什么？屁人啊！再不练肌肉不行。哎，今天真不错。对呀，真舒服。起来，减肥。减肥跟我做2组。神经病啊！我真没劲儿。我跟你说，发抖啊！我跟你说，不跟你真的，我真的不是。我想问，什么样的人才会就是在那个那么久，还在这做俯卧撑啊？我才不是。那我现在今天放弃了，我以前努力全白费了。真是，真的不能停下来。就是这个，就像一个什么长期投资，根本不能停。停了我就对不起之前的自己，真是。可以，但不用捶，不用捶。轻点，哇哦，好酸啊！哦，轻点啊！不是，你看用这个更疼啊！你轻点，这太轻了，轻点。不是，我是这样子的。OK， 这个力度。哦。腰背大直，挤出自然的向上。哎 ，Hello， 快来 ，Hello Justin，Hello 杜妈，哎呦我的，嘿，那个裤子上啥呀？哦，没有，这是他那个设计的。哦，哎，你来过我们新楼吗？没有，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新楼。好。最近的话不是加演吗？我就设定 Boyhood 和那个 Name 来 PK。竞争加演的那个舞台，哇，2个团崩溃了，你知道吗？他们特别不能接受。哎呀，我以前那时候，老板你跟他们一块来的时候，我们都紧张死了。紧张吗？超紧张。是在海外的时候是吧？对。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12、13岁，我就看到特别小个的。是，好像还是跟韩庚哥还是。对。对不对？就那一次啊。
那时候我们都紧张死了，那时候准备好久啊，真的很紧张，超紧张。为什么呢？我这么温柔，我这么可爱，怎么就会紧张呢？我们那时候给我们塑造的形象，老板就是老板，那时候还不是杜妈。我是觉得这2年啊，你特别的拼，特别的拼。还挺开心的，因为我感觉演戏的时候还挺开心的。但你刚出来的时候劝你拍戏，你也不拍呀？是吧？不是，我觉得是人长大了，变了，成熟了。我好多人在我面前夸你，我还蛮幸运的，就是遇到的都是特别好的组，然后呢，就是跟大家相处都特别好。那你觉得在海外那段时间，你觉得对你成长有帮助吗？肯定有。那个最搞笑的是，我儿子去海外那个训练嘛，然后当时我给他们的目标不是说让他减肥吗？我觉得果果真的是在那边瘦了15斤、20斤啊。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怎么样呢？我们要跑步嘛，我们就果果在前面跑，然后那个老师就让我们在后面追他。你知道他对范丞丞的话是有阴影的，你知道吗？他现在看到范丞丞都想跑。我们在后面追他。待会儿就是邀请你啊去看一下排练嘛，给他们一个惊喜，给他们鼓励一下。明白。教教他们。好的，我们俩一块去嘛，老板。Let's go。对，他们肯定很不愿意看到我。你是惊喜，我是惊吓。你最近在忙什么呀？就每年想发一首歌嘛。演唱会呢？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太好了！待会我去见师弟师妹的话，是不是不能空手而来啊？就是那就给他们买季美、买香蕉、买包葡萄。对他们太好了。不多了，10个人呢，对吗？付钱。付钱。我真无语了。看到师哥这么害怕吗？这是给你们带的水果。天哪！所以你是觉得压的筹码？你那么辛辛苦苦的把那个水果买给他们，他们竟然，你知道他们心碎。因为是 Justin 前辈，是不是这次是我们的评审考核哦？我是，我将决定你们能不能参加。还有8个小时，危机感更重一点。走熟呗，先。要抓紧时间。我们一起做，然后看一下对方哪里有问题。谁不会？这个不一样。来，3、2、1，开始吧。可以再加点小创意进去，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改变一下他们。你们有创意，有小心思啊，但是整齐度不如他们。2年了，再不进步我就要疯了。我觉得他们2个都挺不错的，对吗？要不然让他们都上了呢。太棒了，太棒了！那还剩18秒。